这一期我们讲一讲婚姻，这也是我做的最煎熬的一期，因为我会告诉还没有结婚的你婚姻的真相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一，婚姻是你这辈子唯一不能选错的决策。对于女方来说，选择跟谁过日子、结婚生子，几乎是你这辈子最重要、最需要清醒、理智的一次历史性的决定。幸不幸福都不重要，你能不能过上最起码正常生活都是个问题。我们不探讨上对老人下对孩子，我们就说只针对自己。婚姻对你来说这一辈子的影响，它是方方面面，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，到对你的人生发展、眼光、格局、身心健康、圈层质量都会直接的影响着你。第二，你以为你能影响却不能影响的就是婚后生活。我要告知你，婚前和婚后是两码事儿，你们彼此都将面对从未有过的生活模式。即便婚前同居许久，但也和领了证之后的日子意义不同。过去你可以下车，而婚后一切想下车的行为都将是对两个人致命的考验。第三，婚前婚后对人的要求不是一个标尺。婚姻用一个具象的形容，就是背靠背的合作。在婚前可能允许你犯错，但婚后是零容忍。就是这面镜子真的不能有裂痕，或者过多裂痕，一旦碎了，破镜难圆。所以我们要把一切考验尽可能的放在婚前。我想提示的就是婚前不要怕考验对方，不要怕检验底线，因为这是你对自己负责的必要动作，并且这双鞋没人替你尝试，舒不舒服只有你知道。第四，在看人上可以听听父母的感受。在人生无数的建议中，我们都可以越过父母，但在婚姻上我们要听一听父母的建议和对这个男性的判断。第五，如果自己还没有具备独立人格，不建议触碰婚姻。婚姻必须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健康组合的特殊关系，也就是说，非独立人总是在某一领域或部分生活中需要依靠对方才可以。这种诉求虽然正常，但不利于你客观选择男性，很容易以偏概全。你只关注你缺失的那部分，而忽略了婚姻关系中必须要考虑的信息。关于独立人格，我会单独做一期，在这儿不展开。第六，婚姻就是改命，可能更好，也可能更差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明确可以修改命运的机会没有多少，而婚姻是明确可以改命的。就是我们想改命，你能明确抓住的机会就是婚姻。因此也变相的印证了一点，结婚不要感情用事，是需要你保持冷静，需要审视的事件，请保持至少 80% 的理性。第七，一定要找一个见过钱、见过世面、吃过苦、吃过亏的男人。男人说到底，无论多少岁，就是个大男孩。其实男人并不复杂，只要他见过足够多的世面，吃过足够多的苦和亏，以及见过大钱，基本上这个人不会太幼稚。就是作为女性，争取避免和男人共同成长，因为这个所谓的成长对于男性来说就是两大关，财和色，能理解吧？第八，沟通很重要，同频很重要。结婚啊，其实就是找队友同行。爱情说白了就是多巴胺，这东西有年限的，并且最终会趋于平淡。所以两个人能否在心灵上保持同频，并且沟通顺畅，就非常重要。我这么说吧，吵架都能吵到一起去的人不多，你得找。第九，只要对方有冷暴力倾向，直接分手，因为我们是往谈婚论嫁的方向发展，不是谈情说爱。所以冷暴力这东西我们必须要特别重视。冷暴力从心理学上讲是很难根除的，并且它会衍生诸多问题，有了孩子更是大问题。关于冷暴力，我会单独好好讲一期，它的来龙去脉以及我们该如何面对。第10点，谈婚我们必然要考虑生子。要孩子和不要孩子在婚姻关系中是天壤之别的考量。要不要孩子不是提前能预判的，有时候两个人都想清楚了，我们不要孩子，但往往孕育的事儿都不是能理性控制的，能理解吗？就是生育的事情是很不能被人为左右的。
我想说的是，因为有生育的可能性存在，你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，并且保持理性的择偶。关于生育的问题我也不能多讲，以后关于孩子我再单独做一系列。第11，婚姻是非常考验自我认知的一件独立事件。其实本篇我无法做到详细拆解，因为婚姻考验的是你对人、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子女、对财产等等一系列综合的一项考验。然后本期我只能从感性层面把婚姻问题展开，之后我会从生物学层面、脑科学层面、社会学层面分别出3期概论，把婚姻的事儿给你分析清楚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以及本期是浅谈婚姻，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关键提示。婚姻是最复杂的、风险最高的一件事儿，请你保持高度理智。爱情不等于婚姻，如果没有实际好处，请慎重。进去容易，出来难的就是婚姻。以谈婚论嫁为目标，你要做到见过足够多的人，不同圈层的人，这样有助于你决策。结婚这件事情可不要想象说以后我不行的话再离，我告诉你，离婚之后你会完全改变对婚姻的态度。女性的觉醒不是经济独立，而是要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抛掉僵化思维。只有婚姻关系不是求公平的地方。结婚找的是成熟人性，不是成年人，就是它跟年龄没有关系。婚姻反而是要强调各自独立。结婚证这一纸契约仅仅是财务契约，不是精神契约。婚姻是自我成长的起点，它不是终点，所以我们不要以结婚为目的。婚姻很看人的智慧，作为女性，你要抓大放小。婚姻永远不要比较，比较就不要步入婚姻。在生育方面要看重财力而不是别的。婚姻我们看的是这个男人行为结果，而不是情绪价值。结婚我们找的是一个能让自己不断成长的人，而不是阻碍你成长的人。靠爱情发展的婚姻必然随着时间衰减，最后落入尘埃。女性的青春就是你的资本，不要忽视时间，不要耽误时间。在男性当中，能够懂得爱情的极少，绝大多数就是寻找工具。很多男人他其实分不清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冲动。现在和未来是两件事，当下你们谈的是感情，那未来是要靠财力构建的。一旦这个男人让你放弃工作事业，放弃挣钱，那你直接否掉。在婚后要做减法，要独立成长和专注自己的事业，而不是陷入家长里短，最后变成围城。我们要看清原生家庭它是否认知落后，会拖拽你，如果是的话，可以划清界限。在生育上与亲朋好友、父母没有一点关系，你的生活、婚姻只是你自己的，与一切旁人无关。生育不是为了养儿防老，如果你抱的是这个目的，你最好再考虑考虑。最后一点，低级的婚姻是繁衍后代，中级的婚姻是共生合作，高级的婚姻是寻觅战友，彼此欣赏。那在本篇的最后我再多说几句，其实人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一厢情愿，主观的活着，即便意识到了客观事实，也会违背自己的主观判断，也会耗费时间精力，等待那个根本不会发生的结果。在面对谈婚论嫁这个话题时，特别提醒你不要一厢情愿。比如我们早该远离某个人或者某个环境，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骗自己，这种思考方式很可能会毁掉你。因此离开错误的人是一种理智，而不是勇气。同样，坚持也是一种理性判断，你才能够坚持。所以好的生活是可以谋划出来的，也是可以建造出来的。我跟大家说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想象出来的，财富是想象出来的，幸福生活也是想象出来的。只要你敢想，才会发生。不要不敢想象，对生活要充满期待和热情。好，时间关系，这一期先讲到这儿。想学更多吗？关注我，带你慢慢变好，慢慢变强。